还是在开始主题前插播一条新闻。根据战区网报道，6月16号，近30架美军加油机从本土起飞，在横跨大西洋之后，大部分加油机暂时降落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空军基地，有2架空中加油机降落在意大利和阿维亚诺空军基地，至少有1架降落在英国普雷斯蒂克国际机场，还有一些加油机正在巴尔干上空飞行，预计前往希腊或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要知道，空中加油机被认为是空中力量远程投射的关键资产，通常会提前部署，与战机、轰炸机一同搭配作战。而在以伊冲突时，美军调集大批加油机飞往中东附近。虽然川普一再宣称不会参与以色列的行动，但如此大的动作依然让人浮想联翩。根据战场网的报道，此次调动大批加油机有3种可能性。首先可能是美国准备为以色列提供空中加油支持，以大幅加快对伊朗的进攻性空中行动。毕竟以色列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等重要城市近1500公里，负责打击的 F-351 战机基本上要在极限航程下进行作战。若要打击位于伊朗大后方的目标并顺利返航，以色列的战机就必须在中途接受空中加油，而以色列手上仅仅只有7架老化的 KC-135、KC-46 等空中加油机，但要加上此次支援的加油机，必将打破以色列的远程打击限制。而且在特朗普看来，为以色列提供空中加油并不等于美军直接对伊朗动手。其次可能是防范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异动，这里是全球的能源命脉航道，美国的油气价格与国际能源市场深度挂钩，特朗普绝对不能容忍因霍尔木兹海峡被封而导致油气价格攀升。最后那就只能是美军准备参战。大家不要忘记，在今年3月底，美军在距离伊朗3800公里的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部署了8架 B-2， 这些加油机可以看作 B-2 的桥梁。与此同时，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最近放弃了原定的西太平洋巡航任务，也朝着中东赶来了。抵达预定位置后，美国在伊朗附近的航母达到了2艘，除了原本就在此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号，而且还有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3艘航母加8架引轰，任何国家都要掂量自己的决策了。好了，接下来回到今天的主题。6月中旬，全世界最让人关注的事件莫过于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事，各种消息是满天飞。今天大兵就来给大家做个梳理，看看打了4天的中东战事究竟是怎么回事。6月1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与摩萨德联合发动代号为崛起雄狮的军事行动，出动超过200架战机，投掷超330枚精确弹药，打击了伊朗首都德黑兰、核设施所在的蒂纳坦兹、军事重镇马哈布德等，至少8处重点区域遭受重创。伊朗空域被迫关闭，以军打击的重点主要是防御系统与核设施。虽然相距1600公里，但以军的定点清除依旧高效与精准。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也遭到了多枚导弹袭击。伊朗军队总参谋长巴盖里少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沙拉米等20余名伊朗最核心的军政要员遭到定点清除。位于纳坦兹和福尔多的核设施也被以军标记成了打击目标。福尔多地下设施结构性损伤，离心机批量损毁，短期内无法恢复生产。纳坦兹的主要铀浓缩区也受到重创。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以色列空军有效摧毁了伊朗核设施的地面部分，但最关键的地下部分基本保持完好，尤其是最重要的福尔多核设施。该核设施位于库姆附近的山区，地下90米处，有山体的掩护，再经过特殊的加固，专门应对可能的空袭。不过具体受损情况还要看后续消息。但这些核目标显然是经过以色列精心挑选的。面对核设施的损坏情况，伊朗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核武器了。再加上还有约9名伊朗高级科学家在值班中遭到了定点清除，这些被以色列国防军点名了科学家是伊朗核心计划的重要知识支撑，并在核武器开发方面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其中很多人是伊朗核计划之父莫赫森·法赫里扎德的继任者。关键人物的失去必然让伊朗的核武幻梦延期，而截止到目前，没有任何以色列战机出现损失。当然，伊朗方面不可能默不作声，反倒是从印度学的赢发挥了作用。伊朗媒体立刻宣布，已经击落2架 F-35，并逮捕了1名女性飞行员，然后放出了一张 F-35被击落的照片。不过这张实在是太假，立刻就有网友看出 F-35的尾翼可不是这样的，
从照片上残骸的尾部来看，这更像是俄罗斯的米格21。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以色列并没有半场开香槟，而是抓紧时间行动。6月14日至15日夜间，以色列对伊朗的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的沙赫兰油库正燃着熊熊大火，这是伊朗首都地区最大的储油设施。以色列的空袭彻底摧毁了这里。经过卫星图对比确认，以军不仅摧毁了大量防空导弹和防空阵地，还端掉了伊朗西北部的远程预警和防空指挥中心索巴西雷达站。这一情况的严重后果就是以军的苍鹭无人机可以在伊朗上空持续盘旋，寻找伊朗的弹道导弹机动发射车，并将相关信息同步传输给以色列战斗机。战争研究所评价，以色列空军的猎杀行动相当成功，以至于伊朗在对以的报复行动中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数量要比计划中少得多。这也证实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即摧毁了伊朗相当一部分导弹库存。此外，摩萨德在这场行动中也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早在开打之前，摩萨德就通过伪造身份等方式，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一个无人机基地。当开始作战时，这些无人机被遥控起飞，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冲向了伊朗的战略导弹阵地和防空系统。这种打法和6月1号乌克兰安全局的蛛网行动如出一辙。摩萨德特工早已深入现场，直接人工操控无人机，确保打击进度，或者是使用激光标定装置协助空中力量完成瞄准与毁伤评估，堪称是蛛网行动的 Plus 版本。谍后渗透加神风无人机的打法已然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个基础模式，值得所有国家军队深入研究。说完了以色列，咱们再来看看伊朗的反应。时间回到6月14号，在遭受了一轮致命打击后，伊朗真正的反击终于到来了。行动代号真实承诺3，其总共发射了超过150枚弹道导弹，并伴随100架无人机，形成了多波次打击。打击目标主要涵盖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以色列人口稠密地带。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朗最高革命领袖哈梅内伊下令报复以色列，最初计划首波发射1000枚导弹，彻底压倒以色列的反导网络。但因为以色列的成功行动，伊朗仅在第一波攻击中发射了约40枚导弹。以军阻止了大部分的导弹，但还是有8到10枚击中了地面，并且其中1枚还落在了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楼附近。除此之外，伊朗的目标还选择了以色列城市海法附近的炼油厂，以及位于以色列中部的韦兹曼科学中心。那这是以色列的一个纯研究机构，他们只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重点领域在于数学、计算机、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等。该科学中心遭到导弹命中，部分建筑受损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技术故障，革命卫队发射的1枚中程弹道导弹坠毁在伊朗境内，给伊朗居民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伊朗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这是以军所为，并宣称伊朗防空部队拦截了3枚射向居民区的巡航导弹和10架无人机。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是前2天发出 F-35 记录图的媒体，因为其信息得不到证实，极大地降低了其自身的公信力。而伊朗军方似乎也沾染上了相同的气息。伊朗海军发布了一张照片，宣称阻止了一艘英国驱逐舰从阿曼湾进入波斯湾。这艘英国驱逐舰正在引导以色列导弹射向伊朗，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艘英国驱逐舰实际上是阿联酋海军的一艘巴尼亚斯级轻型护卫舰。大兵是真的不知道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在伊朗的报复性导弹打击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将对伊朗采取更多行动。伊朗革命卫队紧跟其后表示，导弹袭击并未结束，真正承诺3行动将持续到需要结束时为止。不过有消息显示，莫斯科已接到通知，伊朗紧急停止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等武器，并要求俄罗斯反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一向俄提供无人机并转让相关技术，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尽管也有报道称，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和发射器，但尚未有任何公开报道或证据显示俄军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发射了伊朗弹道导弹。至于伊朗要求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恐怕莫斯科现在就算是有心也无力。深陷乌克兰战场的俄军没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提供给伊朗，不管是 S-400 防空系统还是苏35战机，即便能交付，也无法立即形成战斗力，除非这些武器由俄军操作，但这肯定会引发
以色列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大兵预计，俄罗斯顶多会为伊朗提供一些有限的外交支持，不会提供实际支持。莫斯科现在只能表示谴责和关注，顶多嘴上说上谴责以色列，并愿意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调停，说什么不应该爆发冲突，而要用政治解决。如果可以政治解决，何必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向川普表示希望美国帮助以色列，但川普却做出了一个十分纠结的回答：美国没有参与此次袭击，但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自卫，并且他同时希望以色列和伊朗能达成停火协议。好了，以大战的进展就说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